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特菲斯，我是小阮。我们来继续讲光源。上次讲了阴影以及影子的理论，我们这次来讲实际的应用。在阴影的那一集，我提到所有物件的阴影明暗可以以立方为基础，以1、2、3的方式来决定哪一个面向比较亮，哪一个比较暗。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几何造型如何应用。首先，我先讲个理论，那就是阴影的明暗方向会跟物件的表面的弯曲形成90度，进而产生阴影的形状。好，听起来很抽象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先在环境中加入45度角的方向的光源，这样知道立方的1、2、3为参考。那我们先来看柱状形。柱状形的弯曲表面呢是单方向的弯曲。如果以色块来代表阴影的明暗，阴影就会沿着弯曲的表面延伸，延伸的方向呢就会与弯曲表面的方向形成90度的差别。再来看锥形，锥形跟柱状形类似，表面呢也是单方向的弯曲，只是在一头汇集到同一个点。而以上述的90度的理论呢，锥形表面上的阴影就会形成三角形。然后呢是球形，球形跟柱状形以及锥形不同的是，它的表面弯曲是双方向的，所以呢所形成的阴影形状就会跟着球形的表面而绕，所形成的就是圆形。但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物件造型都很复杂，我们就拿现有的物件来看看这个理论要如何应用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遥控器，基本上呢就是长方形，3个边是柱状形，而2个角落呢则是球形。以这个光源的方向为依据，我们先决定长方形的明暗1、2、3，再来呢是柱状形，然后呢是球形。再将可看到的面积组合起来，那这就是遥控器的阴影明暗了。而其实我们身边的产品多数都是以几何造型所组装成的，因此呢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判断阴影的明暗。那不规则状呢？以这个文具包为例，我们可以先以格子的方向将细的胶带粘在布料的表面上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布料表面的弯曲方向，然后决定光源的方向。注意一下，我们不是在画实体的素描或者是照片的临摹，而是先了解所要画的造型之后呢，自己决定光源，再以自己理解的方式重新绘出。所以依循我们目前所学到的阴影的理论，面光的方向呢比较亮，背光的方向比较暗，而阴影的造型呢会随着表面的弯曲方向而定。最后呢，我想很多人对于人脸的绘画有些好奇，尤其是动漫人物的画法，因为人体的绘画很复杂，无法在这一集内呢仔细的完全讲解清楚，我就来快速的讲一些重点。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呢在画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障碍。那人的脸其实是非常立体的，但几乎没有锐利的边角，因此呢很难用线条来自然的表达人的脸部。动漫的人脸其实呢不是在画脸部的线条，而是阴影的色块。这边呢首先我们将头的大造型加上阴影，眼睛处于眉骨的下凹处，所以呢会比较暗。脸颊骨呢是突出的，因此呢脸颊的下方会比较暗。鼻子的部分在鼻头的下方处于背光处，所以呢我们就以色块的方式将鼻头下方的阴影处给画出来。嘴唇呢有2层，所以呢也是将上下层的暗处给画出来。当然不能忘记下巴咯。或许各位呢可以在自己的脸上贴格子胶带。好了，这边呢准备了2个系列的习作，如果有兴趣呢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的叙述里面呢有云端连结可供各位下载。
这2个系列呢是初阶阴影的练习，以及进阶阴影加影子的练习。这些练习呢都是我在几所大学的设计系内教学所用的作业，里面的顺序排列也都有一定的用意，希望呢能够帮助各位了解阴影以及影子的实际运用。那在这里呢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我们下次见。